他是凌烟阁24功臣中位列第2的显赫人物，画像高悬于大唐帝国最神圣的功勋殿堂，地位仅次于国舅长孙无忌。这个排名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明证，诉说着他在唐朝开国史上不可替代的功绩。然而，与这个崇高地位形成微妙对比的是，在后世的通俗叙事中，李孝恭的名字却常常被笼罩在李世民、李靖等光辉人物的阴影之下，成为一个被低估甚至被忽视的关键角色。他并非太原起兵的原从功臣，也非玄武门之变的焦点人物，但他的舞台同样波澜壮阔，大唐南半壁江山的统一战争几乎由他一力承担。这位河间郡王以堂皇正大的战略布局、谦退宽厚的处事品格，完美诠释了宗室名将的典范。李孝恭于公元591年出生在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这个地方在当时可谓人才辈出，孕育了众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的家族背景极为显赫，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其曾祖父李虎乃是西魏、北周时期威名赫赫的8柱国之一，为西魏政权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那个时代，8柱国是掌握军政大权的顶级权贵，他们的决策与行动深刻影响着国家的走向。祖父李卫官至北周朔州总管，负责一方军事要务，守护着北周的边疆安全，在当地拥有极高的威望。父亲李安在隋朝时担任右领军大将军，统领着隋朝的重要军事力量，为隋朝的军事建设与国防安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李孝恭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性格沉稳，遇事沉着冷静，从不慌乱。小年纪就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气量，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更加成熟和睿智。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对军事谋略和治国理政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常常研读兵书战策，思考天下局势，这为他日后在军事领域的卓越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617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隋朝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各地豪杰纷纷揭竿而起，试图推翻隋朝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李渊这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看准时机，在晋阳起兵，高举义旗，拉开了争夺天下的序幕。李渊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向长安进军，并于同年成功攻克长安。长安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攻克长安意味着李渊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位。次年，李渊正式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新朝初立，百废待兴，需要众多有才能的人来辅佐。李渊自然没有忘记自己这位优秀的侄子。李孝恭被拜为左光禄大夫，这是一个地位尊崇的官职，体现了李渊对他的器重。不久之后，李渊又诏令李孝恭为山南道昭卫大使，赋予他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收复巴蜀地区。巴蜀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山川纵横，道路崎岖，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时，巴蜀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经济相对发达，在当时的天下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隋朝末年的战乱，巴蜀地区陷入了混乱状态，各方势力割据一方，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李孝恭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性，但他毫不畏惧，毅然踏上了前往巴蜀的征程。他率领军队一路前行，所到之处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
他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那些负隅顽抗的势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招抚工作，向当地百姓和各势力宣扬唐朝的政策和理念，承诺给予他们和平与安定的生活。他的真诚和智慧打动了许多人，30余州府纷纷前来归附，李孝恭的军队迅速壮大。在收复巴蜀的过程中，李孝恭遭遇了一个劲敌朱粲。朱粲原本是隋朝的官员，在天下大乱之际，他趁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朱粲为人极其残暴，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以人肉为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李孝恭决定彻底消灭朱粲这股势力，为民除害。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战役，与朱粲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李孝恭指挥有方，他的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经过一番苦战，李孝恭大破朱粲的军队，俘获了大量的敌军士兵。面对这些俘虏，部将们纷纷建议李孝恭将他们坑杀，以绝后患。他们认为朱粲的士兵都是残暴之徒，杀了他们可以为百姓报仇，同时也能震慑其他潜在的敌人。然而李孝恭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他深知此时巴蜀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如果将这些俘虏全部坑杀，不仅会让其他尚未归附的势力感到恐惧和绝望，从而更加坚定他们抵抗的决心，还会在当地百姓心中留下残忍的印象，不利于唐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尽数放还所俘之众。他还向各地首领发出敕书，表明唐朝的宽大政策和统一全国的决心。这一举措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敕书所到之处，各势力纷纷放下武器，前来归附。李孝恭凭借着自己的远见卓识，顺利平定了巴蜀。巴蜀的平定不仅为唐朝提供了稳定的西南后方与粮饷基地，更打通了顺江而下进攻江南的通道。这一胜利为后续灭萧贤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619年，唐朝的局势依然严峻，各方割据势力仍然对唐朝的统治构成巨大威胁。开州蛮首冉赵则趁机反叛，他率领军队四处劫掠，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失，同时也对唐朝在该地区的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李孝恭奉命率唐将李靖前往讨逆。李靖，这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家，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而闻名于世。他与李孝恭的这次合作堪称珠联璧合。李靖深知冉赵泽军队的特点，他们熟悉当地地形，行动迅速，善于游击作战。如果正面交锋，唐军可能会陷入被动。于是李靖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作战计划。他挑选了800精兵，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逼近冉赵泽的军营。冉赵泽的军队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在深夜发动袭击，他们毫无防备。李靖一声令下，800精兵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营，敌军顿时大乱。在李靖的指挥下，唐军奋勇杀敌，冉赵泽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冉赵泽本人也在混战中被唐军阵斩，这场叛乱迅速被平定。李孝恭因平叛有功，诏授信州总管，并被赐予权益授官之权，这进一步彰显了他在唐朝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同年，李孝恭将目光投向了割据江陵的萧显。萧显原本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后代，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他趁机恢复梁国，
割据江南，势力逐渐壮大。他占据的江陵地区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是江南的重要战略要地。萧显的军队数量众多，且战斗力较强，对唐朝的南部边境构成了巨大威胁。李孝恭经过深思熟虑，向李渊献上了平定萧显的详细策略。他分析了萧显的势力范围、军事部署以及当前的天下局势，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李渊对李孝恭的计策非常满意，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次年，为筹备平萧显之战，李渊正式封李孝恭为赵郡王，并将信州改名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城，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李渊还下令李孝恭在夔州大兴土木，建造舰船，训练水师。因为江南地区河流众多，水战将是平定萧显的关键。李孝恭深知责任重大，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工作中。他亲自监督舰船的建造，确保每一艘舰船都坚固耐用。他精心挑选和训练水师士兵，传授他们先进的水战技巧和战术。同时，为了稳定巴蜀地区的局势，防止在进攻萧显时后方出现变故，李孝恭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受职，外事引着，内实治之，以确保这些首领不会在关键时刻背叛唐朝。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公元621年，李孝恭被任命为荆襄道行军总管，节制水陆12路军队，浩浩荡荡地出发，向江陵进军，目标直指萧显。当大军抵达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时，长江上游的秋汛正值高潮，江水汹涌，波涛拍岸。这对于萧显来说是天然的屏障，因为他认定唐军不可能在这种恶劣天气下顺流而下发动进攻。他将水军主力部署在江陵和洞庭湖一线，严防死守。但李靖力主出其不意，急速进兵。他冷静分析了局势，对李孝恭说：现在正是秋季，江水暴涨，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时机出其不意地顺江而下，直捣黄龙，萧显必然措手不及。如果等到洪水退去，水位下降，敌军防备严密，我们的水军优势就当然无存了，到时候必然事倍功半。此时李孝恭展现了作为主帅的决断力，他力排众议，采纳李靖之计。就在萧显沉浸在自己的铜墙铁壁中时，李靖和李孝恭的联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湍急的江水浩浩荡荡地向下游进发。江风呼啸，波浪滔天，将士们紧握船桨，顶着风浪，日夜兼程。他们突破了萧显设在沿江的层层阻碍，一路直抵其都城江陵。兵临城下之际，李孝恭再次显露出卓越的统帅才能。他下令将在清江所获的船只悉数弃于江中。诸将对此十分不解，纷纷询问李孝恭为何要这么做。李孝恭解释道：此地南至大海，东至洞庭湖，皆为萧显所有。他们此次攻打江陵，如果战事不顺利，一旦拖到萧显的援军到来，唐军将腹背受敌，就算拥有这些战船也无济于事。如今将空船顺江而下，沿途看到这些战船的萧显部下，定会认为萧显已经战败，不敢轻易前来救援。等他们探听到确切消息时，唐军早已攻下江陵了。事实证明，李孝恭的这一决策非常英明。不久，萧显的援军见到空船后，果然不敢贸然前来救援，从而为唐军攻克江陵赢得了宝贵时间。围城期间，他又采纳李靖的建议，
将缴获的敌军物资尽数分赏将士，稳住了军心。最终，外无援兵的萧显只能开城投降。入城之后，他严令禁止劫掠。入城当日，李孝恭便在江陵城内张贴告示，明令将士敢有私取民财、擅入民宅者，以军法论处。他还亲自带领亲兵巡查街巷，见有士兵试图抢夺商铺财物，当即下令斩首示众。短短3日，便让江陵城内的买卖耕作恢复如常，从而迅速安定了民心，恢复了秩序。萧显政权的覆灭，使唐朝彻底控制长江中游，切断了江南割据势力的联系，岭南诸州随之归附，天下统一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对于李孝恭而言，这一战也充分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皇族统帅，更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成熟政治家。李渊得知李孝恭成功平定萧显后，龙颜大悦，封李孝恭为荆州大总管，统辖荆州、峡州、李州等数十州军政事务，辖区覆盖今湖北、湖南大部及重庆东部，成为唐朝南方最重要的军政长官之一。李孝恭在担任荆州大总管期间，展现出了出色的治理才能。他深知荆州地区历经战乱，百姓生活困苦，经济亟待恢复。于是他大力推行屯田政策，鼓励百姓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他组织人力兴修水利，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他还创设铜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计来源。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的经济逐渐恢复，百姓生活日益安定，社会秩序井然。李孝恭也因此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萧显的覆灭不仅让长江中游归入唐朝版图，更让岭南诸州看清了天下统一的大势。此前岭南虽有归附之意，但因萧显势力阻隔，始终未能与唐朝建立直接联系。李孝恭敏锐察觉到这一机遇，认为乘胜招服岭南，可免刀兵之祸，于是主动向李渊请缨，承担起招服岭南的重任。他凭借着自己在平定巴蜀和萧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崇高威望，分别派遣使者前往岭南各地进行抚慰。他的使者们深入岭南的各个角落，向当地的部落首领和百姓传达唐朝的政策和诚意。他们承诺，只要各部落归附唐朝，唐朝将尊重他们的习俗和权益，给予他们和平与安定的生活。李孝恭的使者们还向他们展示了唐朝的强大实力和广阔前景，让他们认识到归附唐朝是大势所趋。在李孝恭的努力下，岭南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其投诚归附者有49州，使朝廷的号令畅通于南海之滨。唐朝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国家的统一得到了巩固。公元623年，江东地区又发生了变故。杜伏威的部将辅公使反叛，他杀死了王雄旦，率领部众在丹阳称帝。辅公使的反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唐朝在江东地区的统治。李渊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立即诏令李孝恭为行军元帅，率领大军前去讨伐。李孝恭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性，辅公使在江东地区经营多年，拥有一定的势力和根基。他的军队熟悉当地地形，且作战勇猛。为了确保平叛的胜利，李孝恭精心筹备，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调集了李靖、李绩、黄君汉、张振洲、卢祖尚等众多名将，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624年，李孝恭自荆州抵达九江，
正式开始对府公使的讨伐行动。府公使得知唐军前来讨伐，也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派遣大将冯会亮、陈当时领水军驻扎在博望山，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长江上的重要防线。他又令陈正通、许绍宗领步骑驻扎在青林山，与博望山的水军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李孝恭率领大军赶到后，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他深知敌军占据着险要地形，如果贸然进攻，唐军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于是他采取了坚守营垒、避而不战的策略。同时他派出骑兵秘密奇袭府军的粮道。粮道是军队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军队将陷入困境。府军的粮草日渐不足，士兵们的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他们急于与唐军交战，企图打破僵局。于是府军派兵夜袭唐军大营，然而李孝恭早有防备，他的军队坚守不动，府军的夜袭行动以失败告终。之后李孝恭又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派老弱之兵去攻打叛军营寨，这些老弱之兵战斗力较弱，很快就败下阵来。叛军见唐军如此不堪一击，便乘胜追击。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李孝恭设下的圈套。在叛军追击的途中，突然遭遇了卢祖尚率领的劲族的埋伏。卢祖尚的军队战斗力极强，他们如猛虎般冲向叛军。叛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叛军大败，陈正通弃营而走，与冯会亮退保梁山。李孝恭乘胜追击，一举攻破了梁山营垒。府军水师见势不妙，纷纷跳水逃命，结果溺亡者达数千人之众。陈正通率陆军连夜逃走，企图保存实力。李孝恭没有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又派遣李靖等部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周边要地，最终彻底扫平叛军，进一步削弱了府公使的势力。同年3月，府公使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穷途末路，不得不弃其老巢丹阳东逃。他妄图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以图东山再起。然而李孝恭怎会轻易放过他？他派遣骑兵穷追不舍，终于生擒了府公使及数十名核心党羽。这场叛乱最终被彻底平息。府公使的平定，标志着唐朝彻底扫平江南割据势力，江淮、岭南进入版图，自隋末以来的南方战乱终告结束。朝廷对李孝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丰厚嘉奖。李孝恭因功受赏上等宅邸1座，女乐2部，奴婢700人，金宝珍玩无数，并被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后因行台制度改革，李孝恭被拜为扬州大都督，统摄江淮及岭南地区，成为唐朝在东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唐宗室子弟中，除了李世民纵横天下、南征北战，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外，李孝恭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能独当一面，为唐朝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功勋。李孝恭深知自身统摄江淮、岭南的权重易遭猜忌，为表无野心，他特意将宅邸筑于当时金陵要地的石头城，驻宅于此可是不拥兵自重。同时他更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宿卫，以示帝仪。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却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和嫉妒。公元626年，武德末年，扬州有人告发李孝恭谋反。这一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李渊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
他立即召李孝恭还京调查。李孝恭接到诏令后，心中十分坦然，他坚信自己对唐朝忠心耿耿，绝无谋反之心。回到京城后，李孝恭配合朝廷的调查，积极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最终查无实据，李孝恭被设为宗正卿，负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李渊还赐给他10封1200户，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安抚。后来，李孝恭又历任凉州都督以及晋州刺史，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公元627年，贞观初年，李世民即位后，对李孝恭这位堂兄依然十分敬重和信任。李孝恭被升任礼部尚书，改封河间郡王。此时的李孝恭已经功成名就，他的一生可谓辉煌无比。李孝恭生性奢豪，正如《旧唐书》所载，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余人。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他的府邸便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歌姬们身着华丽的服饰，翩翩起舞，乐师们演奏出悠扬动听的音乐，音符在空气中流淌。李孝恭坐于主位，与宾客开怀畅饮，尽享欢愉。然而，在这极致的奢华背后，却隐藏着一颗宽恕退让、谦恭仁厚的心。他待人宽恕谦让，无论对朝臣还是仆役，皆一视同仁，毫无宗室权贵的骄矜之气。他的这种品质，让他在朝廷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让他深得唐太宗的亲厚。在整个宗室之中，无人能与他相比。尽管享受着荣华富贵，李孝恭却时常陷入沉思。他深知自己的功绩和地位，也明白在这复杂的宫廷斗争和政治漩涡中，稍有不慎便可能万劫不复。功成名就之后，他的心中不惜反悲。望着自己宏伟壮丽的宅子，他常常对着亲近的人怅然若失地感叹：我住的这座大宅子实在是太过奢华了，应该卖掉它，再买一座小院子，能满足居住即可。待我100年之后，如果子女有才能，守住一份普通的家业也足够了。倘若他们没有才能，也免得这么好的宅子被他人觊觎，招来灾祸。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李孝恭对人生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清醒的认识。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因为这份家业而迷失自我，更不希望这份家业成为他们的负担。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他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洞察和对当下政治的敏锐感知。他亲眼见过无数功高震主的将领不得善终，也深知皇室对掌兵权臣的天然猜忌。他的奢豪与退让是一体两面的自保之道。奢豪是向外展示的标签，意在告诉皇帝和同僚，他所求者不过是物质享受，并无政治野心。退让则是内在的处世哲学，不争权，不揽功，不结党，时刻保持谦抑的姿态。这种几近完美的政治表演，需要极大的克制与智慧，使他能够在波谲云诡的初唐政坛得以善终的根本原因。公元640年，命运的齿轮无情地转动。这一年，李孝恭在长安的府邸中宴饮宾客，酒席之上，他依然如同往常一样豪爽畅饮，与宾客言笑甚欢。然而，就在这次看似平常的宴会中，意外发生了。他突患疾病，症状凶猛，不久后暴亡，年仅50岁。他的死讯传来，朝野震动。唐太宗李世民素服举哀，哭之甚痛，追赠其为司空、扬州都督，陪葬于高祖李渊的县陵，谥曰元。
给予了他作为臣子和宗室的最高哀荣。元这个谥号，意思是品行高尚，让百姓悦服，坚守正义，推行德政，完美地总结了他一生的功绩和人格品德。他的一生始于皇族身份带来的机遇，成于自身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终于明哲保身的智慧。在唐初宗室中，像他这样既立下不世之功，又能得享富贵，寿终正寝且身后哀荣备至的，实属凤毛麟角。回顾李孝恭的军事生涯，其成功并非偶然。首先，他具备一名优秀统帅最重要的品质，知人善任且从善如流。在决定平灭萧显战役胜负的关键时刻，他采纳了当时职位远低于自己的李靖的建议，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作为全军主帅，能有如此胸襟和决断，足见其不凡。他并非李靖那样的天才战术家，但他是一位卓越的战略组织和决策者，善于把握大事，并能将最专业的事情交给最专业的人去做，并在关键时刻予以绝对的信任和支持。这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胸怀，以及攻城而不居的气度，正是他作为一流统帅的明证。他们的合作模式也为后世提供了宗室亲王与职业名将完美配合的典范。其次，他深谙攻心未上的道理，无论是初入巴蜀时的招抚，还是攻克江陵后对萧显部众的宽大和对百姓的秋毫无犯，亦或是平定辅攻时候的善后安排，他都极力避免不必要的杀戮，致力于快速地恢复秩序和人心。这不仅仅是出于仁德，更是深刻的政治远见。他知道军事征服只是手段，长治久安才是目的。正是这种政策，使得唐朝对南方的统一异常稳固，几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复。最后，他的个人品格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性格开朗，慷慨豪迈，善于笼络部下，能使将士为之效死力。同时，他虽出身贵族，生活奢侈，但却不吝赏赐，能将战利品大方分给有功将士，故而深得军心。在私德方面，他也并无重大瑕疵，这使得他在朝野上下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浩繁的正史记载中，李孝恭的形象是立体而丰满的。就唐书将其与李神通、李道宗等宗室名臣同列一传，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还有别立勋劳者，为孝公主方面之功，声名甚盛。这句话点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光环下，大多数开国名将的功绩都或多或少被掩盖或视为太宗领导的一部分，唯有李孝恭独立负责南方的战局，并取得了完全不逊色于任何人的辉煌成就，其声名之盛在当时是公认的。《新唐书》的赞语则更为简洁有力，孝恭在世助攻，以宗室尽属，纵容征讨，平定江南，攻吴与二。攻吴与二四个字，无疑是史官能给予一位将领的最高肯定之一。李孝恭的故事是唐朝开国史诗中一段恢宏而别样的乐章。他没有参与太原起兵的惊心动魄，也缺席了玄武门之变的刀光剑影。他的舞台在长江流域，在巴山蜀水、荆楚大地和江淮平原。他以堂皇之师，行正道之举，稳扎稳打，最终为李唐王朝廓清了半壁江山。更为难得的是，他完美地诠释了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下，一位功高震主的宗室将领该如何自处。他的奢豪与退让，并非性格的矛盾，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何谓功成名就、
善始善终。当我们遥想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在李世民、李靖、李绩这些耀眼星辰的身旁，李孝恭的身影或许不那么锋芒毕露，但却同样坚实、恢宏且不可或缺。他是一位被时代选中，也完美回应了时代要求的贵族统帅，一位大唐盛世得以奠基的南方巨人。他的功绩铭刻在史册之中，也融入了大唐辽阔的版图之内，千古流芳。